大家好，我是电脑阿达。那阿达之前有介绍过一间在台南专门做玩具批发的厂房。那种店家它一般来说，它只开放给量大的中盘或小卖家来购买。一般人虽然也可以买，但是价格一定不会比量够大的买家来的便宜，这是相当正常的哈。如果他们都没有价差的话，那中盘跟小卖家以后要怎么赚钱？以一般人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一次要大量购入同一种品项的一个需求除非你是以下的几种人。第一种你准备在虾皮露天这种微电商创业，还是说你准备批一些东西去夜市摆摊来当副业。第二种你的工作上可能会需要买到大量同性质的物品，像阿达老姐她就是做公文补习班那种她就需要买大量的文具跟玩具去给小朋友当做奖品。第三种可能就是像公司的服委会成员被要求一段时间就可能要购买大量的礼品来作为公司各种节庆时候发放的一个小礼物。那以往这些人可能就会去阿达刚刚讲的这种批发店家去买。不过有些更聪明的人他们都会去源头，也就是中国淘宝网之类的网站去买。淘宝网的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呢它的价位就比较没有空间可以谈，再加上每次买进来的运费也是一笔开销。那么有没有那种可以一次购买很大的量，可以更节省成本的方法？阿达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想在淘宝这类网站买大量物品，然后还可以杀价节省运费的一些小技巧。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个 APP， 你只要去 App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都可以找到，你就搜寻1688。那我们要下载就是这个阿里巴巴。在这边先为大家科普一下，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小常识很多人想要从中国批货，以前可能就会从淘宝网下手。其实许多淘宝商家也是透过阿里巴巴进货来的，甚至像虾皮脸书社团还有一些像 KOL团爸团妈其实也都是从阿里巴巴买的。那么阿里巴巴到底是什么平台？就是以前马云他所建立的一个公司，它最早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商业黄页网站。那跟淘宝网针对一般的消费者不同，它原本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买家，让中国境内的中小企业工厂贸易商可以不用自己架设网站跟金流，就可以跟全世界的买家方便去选购物品。那在过去它就是一个专门的 B2B 的批发网，汇集各式各样的厂商，拥有相当多的货源，许多的采购批发商都要经由阿里巴巴来购买。在阿里巴巴这边就会提供这些产品的一个上游源头。所以你如果是要找货源或者想找工厂批货阿里巴巴平台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之一。但是呢，现在阿里巴巴它已经转型成一种多功能的综合批发网，甚至有B2B 已经慢慢的转成有点像混杂了 B2C 的一个模式，所以不再局限于大型的卖家，各式各样的小卖家或微电商也可以从阿里巴巴上直接去批到自己想要的货。不过一般人想在1688上批货有几个难点。第一个1688只是接受支付宝，不能用海外信用卡，所以可能要透过像中国的亲友帮忙打钱进去。但是如果你的金额太大的话，你可能就会去找一些地下金流，像虾皮还是有一些钱庄它是有帮你代存支付宝的。但是这些管道汇率再加上手续费，那可能就会破 4.5 4.6。老实讲你量多了也是很可怕的。第二个因为它量很大，所以你转运回台湾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像集运商难找的问题。有的品项像一些玻璃那种容易破碎的东西就需要另外打木箱来保护，确保运送过程中减低商品的损坏几率。而且还要注意像体积重量材积等问题。整个搞下来老实说是相当费时费力，那金额可能也会相当的惊人。光这2点就让一般人想要从1688上批货很容易卡关。那刚好我们之前介绍过淘宝转运服务巧巧郎它就推出了1688代采购服务，运送回台、报关等流程一条龙服务，程序简单，而且费用相当清楚，还可以轻松掌握订单的进度，真的非常的方便。那前面讲那么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688里面有哪些品项。好，那我们先打开 APP。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品项相当的多还可以直接找工厂。那可以看有玩具家用电器户外运动数码电脑办公用品美妆、新能源，它的类别真的超级多那我们现在直接简单的看一下看玩具像这样子大家可以看有没有觉得阿达之前介绍的那一个玩具批发工厂
里面很多东西都有。但是呢，你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它是做批发的，它都会有一个最低的那个起订价。譬如说像这个小熊，它一件啊是14.8块，它要30件它才会出货，旁边的笼要5件，一定都有一个最低的基本量。所以一般人啊，如果说你只是要买1件2件，你真的乖乖在淘宝网买就好了，除非是你要搞那个团购啊，不然你这样子弄其实有点麻烦啊。有些人会去夜市摆摊嘛，卖衣服啊，你看，饰品啊，这些，你看价格都很便宜。刚刚看完之后，有没有觉得1688里面的店家实在是超级多的你光看这些品项就很像刘姥姥逛大观园啊。不过呢，虽然说它这边的东西很多，价格普遍也便宜，但是呢，你要再买啊，并不是那么简单。你可以看到可能一样类似的产品，会有很多不同的卖家在卖，然后它每个价格都还不一样，然后每个起卖价也不一样。你这样子一个一个比啊，相当的浪费时间。那在这边阿达分享几个就是自己有在做那个批发的网友教我的技巧，大家可以学起来。现在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去便宜的买到你想要的商品。这个是我最近有在运动，打算要买的一个产品。台湾这边卖的是459块。那这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图点开，点开之后我们把它这样子先存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去，存起来。那存起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跳到1688里面去。那大家可以看它上面有一个框框，那我们可以点相机的这个，给它点下去，你就可以直接拍照。比如说我们刚刚下载的是这个运动器材的图片，然后它会自动用 AI 去侦测在1688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产品。然后你看它这里就出来了，它就有46块的、40块的、39块的、36块的，还有31块的。它虽然价格一样，不过大家还是要稍微仔细比对一下哪一个才是你要的那以照片来讲，我大概就是这个46块是长完全一样的那我就看这个40块那40的话，一个40块，一个才180。那第二个呢？譬如说你想要卖一个产品的一个周边像最近最红可能就是掌机嘛。那我想要那我找一个像华硕阿赖，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周边我可以拉进来卖的。我只是上传阿赖的那个图，你看到钢化膜一个2块人民币，也有1块的、1.7块的，最低2件它就运了，有没有？然后你去店家一个卖多少？100块、200块要不要？还有包包、支架用这种方式，你只要上传一张照片就好，连字都不用打，是不是超简单？好，接下来我们再随便乱试一个。那现在你知道很多团爸团妈KOL他们都从网络上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来团购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价格怎么样好了。假设我选不选，我没有针对任何人，我们只是单纯的做测试我们就选这个化妆品收纳的，然后我们把它图片存起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切回我们的1688。类似的东西是不是很多？一个是9块人民币，我看他卖多少钱他也没讲，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个人的进价大概是多少钱，这样子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做一个团爸团妈。现在我们就真的来给他买看看。假设我也想要买这个健腹轮类的产品，你要先看仔细，它光个健腹轮它有一大堆。假设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买这个40块人民币的这个产品好了。你不要直接急着这边下单因为你下单你也是买不了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直接操作给大家看你就知道了。假设我要买这个，那我就直接买2个好了。那假设我要订2个好了，这边结账它有一个什么先采后付但是那个先采后付你没有买过是不可能，你没有个结账是没办法做的。更多支付方式呢，这边其实我们台湾人不行，我们只能用支付宝。那我们就点这个立即支付。现在可以支付是因为我的账户余额里面有钱，我现在有请我在大陆工作的朋友帮我打钱进去，所以账户里面是有钱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支付宝它其实是可以用信用卡的。我把它点开，我看到我的这个银行卡它是不支援的，所以我根本就买不了。当前交易不支持境外银行卡，所以我是买不了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巧巧郎准备要登场的时候了。那接着给大家看怎么做。因为刚刚我们要支付宝买不下去嘛，那我们就点这个，有没有看到一个分享？
那分享这边它就有个复制连结，我们给它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启巧巧郎。进入巧巧郎之后，你就看到有个全新的1688代采购服务哦。那这边都大家稍微看一下，先关闭，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巧巧郎所有功能。好，如果说啊你到现在还没有使用过巧巧郎，或者说你还没有注册，请大家先点选右上角这个连结的影片，我那边已经教得非常详细了哦，大家直接看那个影片就好。那进入巧巧郎之后，中间有一个代采购，我们就给它点下去。中间这里就有一个输入框，那这边就是让我们去输入刚刚搜寻到的一个产品的网址，我们就直接这边给它贴上。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产品，那在这边就可以做购买的动作。好，那接着我们就直接选2个，它刚刚不是2个起卖而是说2个会更便宜。那我们就直接买2个好了，那我就直接订购。那这边问你是不是有库存确认然后这边就看你要选哪个仓，因为我之前巧巧郎我都用这个平台仓嘛。下一步，它这边就已经准备要结账了，然后连收货地址都有。那在这里要付款的时候，看你要选择哪一种来付款。巧巧郎它支援有3种付款方式，第一种是 NB 付款，那第二个是网银汇款，第三个呢是台湾Pay扫码。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大家直接用 NB 汇款因为1个 NB 等于1元台币。如果你经常在购买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比如一次出了5000块或1万块的 NB。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说每次要用的时候你还要特地去转账然后还要被扣手续费或者说你还要特地跑去银行去就不用这么麻烦。那台湾 Pay 呢，它虽然写说可以扫码支付，但是我测过它还是要绑定特定银行的提款卡，它不能用信用卡所以也没什么用。之前我已经储了2000块 NB 了嘛，那我们就直接点立刻付款。那这边就打我的付款密码。那这边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如果是用 NB 你换了 NB 之后，它是没办法让你换回台币的而且它也不能帮你付集运的费用，它只是帮你付这个1688的代买费。那目前巧巧郎它有一个优惠不管人民币近期怎么波动，它都用 4.4 来计算，而且不收你手续费，所以你量大就是几万块来买的话，还可以节省会费跟利息，甚至也不会说去地下金流汇兑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样子我就采购成功了那接着呢就要等店家自己出货，然后出到我们巧巧郎的转运仓，那之后你再去付转运仓的转运费，它的那个购买费跟转运费是分开的所以这一点是要大家注意。巧巧郎还有一点很方便，就是说像我刚刚只买1样嘛，那如果我同时间买了不同店家，我买了10几20样的东西，我都可以全部透过 NB 来支付，然后呢它全部都运到同一个转运仓，那它可以全部一起打包一次寄回台湾，是不是相当方便？你根本就不用烦那些有的没有的。看完以上阿达简单介绍你会觉得说这个巧巧郎的1688代采买实在太方便了如果你刚好有大量从中国批货过来台湾，不管是你要自己销售还是自用的话巧巧郎的1688代采购真的是相当实用的一个服务。一个 APP 一次帮你搞定采购、运输、报关、派送，还有货物追踪的所有繁琐流程。如果你也想趁过完年之后来赚一笔的话，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是电脑阿达，如果喜欢这样教学，记得帮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